言灵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日本信奉者，他们相信语言中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。不信的人觉得是在自欺欺人。故事里的女主角完全相信言灵这个概念，她相信只要把梦想和愿望说出来，就有实现的机会。她每天都在视频平台传播正能量，分享自己的愿望和理想。有一天，她的好友妙香发来短信说她喜欢的公寓有空房了，高兴地和粉丝分享消息，说肯定是积极的话给自己带来好运。公寓只有7个房间，只接受女生入住，这个房间就是空的7号房。来到林氏找管理员办理入住手续，但是敲了半天门，屋里的浴缸仍然没人开，里面冒泡的声音真是奇怪。一个穿着棕色衣服的女人突然在他身后出现，他突然听到了声音，于是回头看见了站在他身后的林子女士。林子是个网红，她告诉妍叶，虽然管理员有时候会来打扫，但从来没见过她。这时，妍叶的朋友妙香走了出来，她是个作词家。随后小童和马美出现了，在妙香和小童的帮助下，妍叶搬进了7号公寓。妙香建议我们去她房间，这时候早纪刚好经过了5号房间，于是一起去妙香家庆祝，尽情享受美食、欢乐和娱乐的时光。小童表示，早纪，你今天看起来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，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发生了？早纪有点害怕地说，之前打电话给朋友时说想和男朋友有进一步发展，然后意中人竟然发短信约她出去吃饭。小童，你看起来好开心啊。小童申请了自己一直很想进的出版社，没想到居然立刻被录取了。听到这句话，他们兴奋地说，这个公寓能够帮他们实现梦想。看到香家里的愿望，贴心里希望他早日实现愿望。万万没想到，金曲榜直播中现场宣布的第10名竟然是妙香做创作的词，大家举杯庆祝，希望大家心愿都能实现。有人敲门，原来是2号房的看小姐。看小姐是议员的秘书，工作很忙，提醒他们说话小声点。早纪听着妙香写的歌，想知道这个男歌手的性格怎么样。妙香想了一下说，他作为歌手实力还挺不错的，但是他绝对是个渣男。妙香和歌手原来有过感情，但歌手成功后就把妙香抛弃了，所以妙香对他有怨恨。妙香看到直播的男人赞他自己作词的歌受到关注，他很开心，但他的成功让我有点嫉妒。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会快乐，甚至希望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大家都吃惊不已，忙劝他别说这样的话，会让他的好运跑掉的。妙香把男人送的手链直接扔在地上，接着平板卡顿了。我听到有人在耳边低语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妙香问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女孩们一脸茫然。男人突然唱歌时突然倒在地上并捂着胸口，这一幕吓到了电视前的女孩们。約束覚えてる？約束って何？忘れたらどうなるかな？だから何も覚えてないの？じゃあ思い出させてあげる。第2天，妙香去参加了歌手的葬礼，因为歌手突然心脏发作离世了。妙香超级怕，她觉得自己是害了那个歌手，因为他说过希望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话。这时，一个名为神棍的家伙突然冒出来，跟我说他参加了歌手的葬礼。他察觉到妙香身上有不好的气息，所以特地追着来帮忙。之后想办法推销自己的幸运符，他的话里直接说他是来忽悠钱的。妙香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，觉得自己被鬼缠上了，于是请林过来看看自己的房子。看妙香这么紧张，让他去泡个澡放松一下吧。他留下来对付那些骗子。泡澡时又听到他低声说，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妙香吓得瑟瑟发抖，紧盯着那条割伤他的手链，心里想着很烦的事情。他抬头时，突然有一只可怕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吓得他尖叫了出来。妙香换上新衣服，露出了自己的肩膀，肩膀上有个血手印，吓得直接叫了出来。你不是说你会驱魔吗？那么那些血手印是怎么解释的？到你发挥才华的地方了，赶紧挥挥手表示我不行。为了解决妙香身上的奇怪事情，林志找到了姑姑，姑姑是神社的首领。林志向姑姑诉说了自己遇到的麻烦事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愿望都变成了现实，但是有人却遭遇到了被鬼魂缠身的状况。姑姑说，我们的话语里蕴藏着神奇的力量，坚定的意志可以将梦想变为现实，就像言灵一样。也许有某种神奇力量在操纵着言灵，让他向姑姑请求除灵的帮助。姑姑说可以除灵，但需要先准备好100万的除灵费。姑姑没付钱，但给了他们除灵的方法。女官递给他们一封信，要让言灵能够自由，必须把这些词写在身上，然后在关着窗户的房间里整夜默念那些句子。这是个解决方法，可是别忘了在天亮前不要开门窗。回去后，妍叶在妙香身上写下了词句，接着3个人一起坐在客厅里跪地念诵。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敲响了房门，我以为是隔壁的杂志小姐，连忙道歉说他们会轻声地继续念词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门外留下了无人可见的脚印。过了一会儿，窗外传来了鸟叫声，而窗帘的缝隙里也透出一些光亮。他们以为天亮了之后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窗帘，长舒一口气。天还是这么黑啊！完了完了，我真的想解脱了。他成功地瞟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转过身来问：你是不是很渴望解脱呢？妙香吓得急忙转向镜子里的自己，不由得狠狠地笑了起来。妙香捂着心口倒下，妙香就这样没了，他说的话也变真了。走廊外出现了严凌的形影，后来他们报了警，所以帮妙香解除语言限制，而林志则成为了警方怀疑的嫌疑人。为了证实自己清白，严烨表示邻居2号房的看小姐可以提供证据。于是警察去找那个杂志小姐，问她有没有听到隔壁整晚都在念书的声音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们念词的时候曾有人敲门进来，但没想到小姐完全不记得了。她开会开到天亮才回来，问你为什么要撒谎。看小姐听警察说隔壁的妙香已经去世。回到电脑前，小姐被领导质问是否收了3000万的汇款，小姐便称是污蔑，根本没发生。视频通话结束后，小姐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写着一切都准备就绪。看小姐心事重重时，突然传来乌鸦叽叽喳喳的叫声，她不禁纳闷地嘀咕道：这声音真吵，能不能安静一点呢？乌鸦被上天赋予的能量击中，撞窗而亡。经过检验，证实妙香是死于心脏病，严烨和林被判无罪释放。他们俩找到了姑姑，把妙香的死亡告诉了她。姑姑说她不幸没能成功除掉那个操纵言语的恶灵，还告诉我公寓里有一个能操纵言灵的恶灵。他们做了除魔仪式，激怒了他，所以夺了妙香的命。叶也许会受到连累，建议他尽快搬家。但是他不相信是人做的，觉得应该先找到害妙香的凶手。既然你不信任，还问神不高兴的姑姑为什么不直接赶走你呢？说不行就别理他。整理妙香遗物时，突然听到了妙香手链的声音。我打开门一看，居然是2号房的看小姐。小姐问他们有没有和警察多说了什么废话。他问的是什么意思？小姐表示她即将参加议会选举，但并不想卷入妙香死亡事件。严烨发现看小姐带着一条和妙香一模一样的手链，他们除临时明明来敲门，却谎称不在家，断定小姐和妙香的死有关联。林志说他是胡思乱想的，如果能进小姐家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2号房的钥匙会不会丢了呢？他在成功公寓大厅意外捡到了看小姐家的钥匙，注意到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，严烨很感兴趣。像政府高官这样的人，通常都会设置登录密码，希望小姐没有设置密码。严凌居然再次成功了，而且居然连密码都没有。种种巧合让我开始相信说话有灵性的事。看邮件时发现小姐雇佣人杀人了，帮我在后天下午1点，在一个废弃处理厂里搞定一个叫岛谷敬次郎的人。岛谷敬次郎是个记者，他揭露了看小姐收受贿赂的事情。第2天，敬次郎被追到了公寓，被迫详细交代了他收受贿赂的全过程。对这件事情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浴缸里起了水花，预示着我的言灵成功了。严烨一说妙香死了，就把看小姐这几天的记忆给抹掉了。他觉得他说的鬼话让他很生气。别装了，被他那些话吓到了吧？小童告诉我妙香真的挂了。小姐回家后吓了一跳，立即上网搜索妙香的去世原因。小姐自己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任何印象。然后她收到领导的电话，告诉她今晚的聚会取消了。小姐完全不知道聚会是怎么回事，领导提醒了你昨天的约定，要和一些重要人物见面。此时有人未经许可在小姐的电脑上进行了一番操作。挂了电话回到电脑前，屏幕上满是乱码邮件，整个糟糕透了。另一边翻阅新闻时，发现刊物上没有紧张之色的小姐出现。除林当晚真的开了一整晚的会，所以敲门的不是看小姐。看小姐接到明海的电话时，明海直接要求她别装，我已经在焚化室等了半天了，她怎么还不来？看小姐一头雾水，因为她忘了自己要干什么了。明海重新给她地址后，说不到半小时就让她找不到方向。为了弄明白为什么事情，那位女士着急地赶往火化场所。转场后，严烨和林一路尾随小姐走进燃烧室时，发现门被一股力量锁住了。从林开始用撬棍撬锁，然是小姐接到明海的电话，明海问她岛谷敬次郎在哪呢？小姐问那人是谁有什么事，引起明海大发雷霆，质问他为何如此不明事理。我们不是已经商定好了流程吗？突然有人吵吵闹闹的让小姐关闭炉子，但是看小姐没听到就晕倒了。危急时刻，我们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煤气味道。打开燃气室门，
让新鲜空气进来，然后把看小姐拖出去。这个谈论太奇怪了，他竟然跳进自己设置的陷阱。一个女人从门口走来，她是住在3号房间的林子。他们对林子视若无睹，直接离开了。最后编辑小姐送医院急救，住进4号室的医生马美在病床前神秘地笑了起来。之后马美的背后突然冒出一只幽灵般的手，显然她被严灵控制了。7号房间的妍叶在流媒体上分享正面的信息，撒谎就是心理的镇痛药。俗话说，做错事不止一次就会变成习惯，说谎超过2次可能会受到惩罚，甚至一无所有。刚说完话，浴缸里的水立刻溅起来了，这说明我的化灵成功了。住在公寓里的人如果撒谎超过3次，会受到言语记过的惩罚。第3集的焦点是3号房间的林子。林子找到妍叶解释他为何在看小姐出事地点现身。他回家后看到看小姐慌慌张张地从公寓里跑出来，于是他便追了上去。他想问问妍叶和林是否了解真相。林子，这是看小姐的信件记录，有人计划烧掉文件，目的是杀害岛谷敬次郎，而看小姐似乎与此有关。他们是为了制止小姐的行为。这时6号房的小童和4号房的马美和5号房的早纪一起回来了。难道1号妙香和2号看小姐先后出事只是巧合吗？小童担心3号房间会是下一个。大厅里的人都吓得魂飞魄散。第2天，林子把看小姐的信件记录拿给台长看，台长却说那是假消息，即使是真的也不能播，因为涉事企业是他们的主要赞助商。台长要求林子说出看小姐遇到的意外，刚一说完，荒林子就被严灵记住了。回到公寓后，严灵惩罚让我差点被掉下的灯管砸到。有人说这是第一个谎言的警告，太夸张了。林子让他别胡说八道。第2天，台长再次让林子播报编造的假新闻，抹黑岛谷敬次郎，让他名声烂掉，可以让金主摆脱社会麻烦。林子想拒绝撒谎，只要他虚假播报，台长就会升他为固定主播。林子再次传播了虚假消息，严灵再次责怪他过分。小童告诉我，他收到了看小姐的短信，跟他说有件事想找他商量，让他明天去医院找小姐。晚上林子回家后，严灵坠灯再次警告时，玻璃摔碎了，伤到了林子的脚踝。严叶看到后说，这可能是严灵对第2个谎言的提醒。林子在泡澡时听到了一则意外的新闻，他有些不以为然。岛谷敬次郎自杀前受到了社会的谴责，因涉及丑闻而备受困扰。林子播的假新闻太让岛谷受不了，导致他选择了自杀。突然花洒喷水吓了林子，我往浴室外看，玻璃上映出了严灵的影子。第2天，严叶去了医院看望看小姐，看小姐恢复了失去的记忆，说出了受贿和计划杀死岛谷敬次郎的事情。之后他告诉严叶，他每年都做同样的噩梦，梦里有个戴着棕色衣服的女人一直在说，遵守约定很重要，撒谎是不可饶恕的。根据严叶的要求，画出了女人的肖像。看到这个女人，严叶大吃一惊，因为她在他刚搬进来的时候似乎有印象。出了医院后，我又见到了做神官的姑姑。姑姑确认公寓受地缚灵影响，劝他尽快搬离。回去后把录好的视频给林子看，林子看着小姐画的严灵画像，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严叶从他的脸上看出了端倪，提醒他不要再撒第3次谎了。虽然不能确定，还是小心点吧。第2天，台长又让林子读一篇毫无根据的新闻，越过度越觉得心跳加快，心情不安。在编辑假新闻稿的时候，林子突然卡壳了。台长让编导放广告，然后闯入播音室，对着林子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撒谎这么难，无关的事就离开吧。林子不敢撒谎，最后缩在桌子底下，吓得要命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我抬头看到台长被掉下的灯砸中，血滴在稿件上，浴缸里溅起水花，证明是被严灵惩罚了。另一方着急地来到医院，想了解一下看小姐梦中女人的具体情况。我从4号房的马美那里听说，看小姐已经脑死亡了，家人同意捐赠她的器官。听到她说的话，我感到有点奇怪，因为2天前那个小姐还完全不在意识的，眨眼间就快要不行了。马美把我甩了出去。马美面无表情地盯着看小姐，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女主妍叶觉得不可能，如果看小姐一直昏迷不醒的话，那2天前和她聊天的那个看护小姐是谁啊？然后她和林志回到了病房。你确定马美说的是小姐已经脑死亡了吗？我注意到砸至小姐的手指动了一下。为了救看小姐，她和林志偷偷地用手推车把她带回了公寓。同时，马美走进了看小姐的病房，打算给她注射麻药，以便她继续昏睡。这时才发现看小姐不见了。回到公寓，看小姐躺在沙发上昏迷不醒。早纪问5号房
你是不是做了所有这些？从妙香死到看小姐的事故，再到林子，都是在说了话之后发生的。他们应该也能意识到，我们说出口的话会对现实产生影响，这是言辞的魔力。就在大家都安静时，坐在沙发上的小姐终于清醒过来了。她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她没有回答？你在医院被判定为脑死亡，并需要捐献器官。小姐听后一脸疑惑，问妍叶是否记得主治医生的名字。马美是4号房间的小姐。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马美要害死看小姐。晚上妍叶拿着小看画的梦里的女人问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小姐摇头说没有，在我自己出事的时候好像见过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了房门，然后马美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小姐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马美趴在猫眼上往里面看了看，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人。走廊尽头，严玲注视着眼前的情景。马美下楼时自言自语，我一定要救铃木。林氏浴缸里的水花预示着马美成功。林子听到马美的私语后，立即去找姐妹们分享。林子离开后，走廊地上出现了一连串黑色脚印，一直延伸到马美的房间。第二天，林子通过人际关系得知铃木正在马美工作的医院住院，并似乎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。收到消息后，妍叶赶到医院探望，看到马美轻抚铃木的脸颊，她许诺我一定会帮你康复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尽一切努力。马美离开病房去取 CT 图像的资料，医生警告她，这颗心脏无法承受活体肝移植手术的高死亡风险，而马美就是这颗心脏的主人。马美伪造小姐脑死亡，是为了得到她的肝脏，拯救铃木。离开医院后，妍叶又去看了做神官的姑姑林志。姑姑，能否麻烦你帮我去公寓驱邪？姑姑，你知道了吧？除灵收费变贵了，现在要花200万，比之前贵了1倍。这是因为恶灵变得更强，所以费用也自然上涨了。这时候林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如果言语的粉丝突然激增，那200万的除灵费就足够了。我做了1年多才有300粉丝，突然增长只会出现在梦里。林芝又说可以借用言灵的力量，只要在公寓内一直说我要增粉不就可以了吗？姑姑认为这样做太危险，利用言灵来除掉他必然会激怒他，无需担心，只要在他发怒之前将其消除即可。回到家后，妍叶迅速坐在电脑前，希望自己的账号能够迅速走红。没想到我给你留言了几个小时，粉丝数量却减少了。突然传来林子的尖叫声，原来马美晕倒了。她晕倒前还在一直说要救铃木。看着被人推走的马美看小姐，她气馁地坐在地上，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小姐回答，或许是我的错。看小姐知道马美想要杀掉自己后非常害怕，就直接说希望马美离开。为了找出真相，他们调查了马美的屋子，通过马美的日记了解到了马美和铃木之间的感情纠葛。马美和铃木原本关系亲密，但因为有人插足他们之间，导致2人分手。马美决定一定要夺回铃木，认为只要铃木生病了，就一定会来找他治疗。如果他救了铃木，他将会一辈子感激他。严灵实现了他的愿望，铃木真的病了。马美希望捐献器官给铃木，但要符合法律规定，必须成为亲属，所以他们领了结婚证，并将其放在日记本里。早纪看到结婚证里夹着铃木的照片，不禁睁大了眼睛。看他的反应，估计早纪应该就是那个第三者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准备今天的直播。他惊讶地发现，他的粉丝数量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，而且已经达到了1万人次。镜头切换到医院，马美仍然念叨救助铃木。严灵成功找到了一位肝脏科医生，为他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。马美告诉医生，我心脏不能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，对吧？医生装作没听见，让护士给马美打麻药，准备手术。当房间里出现严灵时，意味着手术室的人都被严灵操纵了。医生在严灵操控下开始动手术。马美想阻止，但药物让他说不出话，然后迅速陷入昏睡。前面提到，严叶为了挣200万的除灵费，与公寓中的严灵许了愿，希望突然火爆，一夜之间粉丝数量增加了10万。就在他吓了一跳的时候，6号房的小童敲响了房门。小童告诉马美，他为了救铃木，昨晚完成了一次活体肝脏移植手术，现在已经醒过来了。于是他赶紧来到医院，了解事情的始末。在日本，只有家人才能捐献器官。马美独自为了救前男友，不告诉铃木的情况下，偷偷登记结婚，成为合法夫妻。马美在进行捐献前的体检时发现了心脏病，不能冒移植手术的风险。正好2号房的杂志女士昏迷去了医院，于是马美想着利用自己的职务做了一个不正当的事情，她伪造了杂志女士的脑死亡，然后想用她的肝脏救铃木，可惜但被严叶阻止了。马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有吗？马美表示她当然知道，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好像有另一个她在我心里，
让我失去了自我控制，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害怕。小童问马美：“你明明不适合移植手术，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无事。”马美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自己也很奇怪。马美心里一直想要和铃木在一起，所以她常常说起这个愿望，结果就是实现了，实情也确实如此。上一集里面手术是由严灵操纵医生完成的。三个人走出医院时，路过铃木的病房，看到5号房的早纪在陪着铃木父子，确认了早纪是马美姓的小三。原来铃木曾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，只是他的妻子去世了，现在他是一个单身爸爸。一个单身爸爸被2个漂亮女孩争相追求，实在是太热闹了。回到公寓后，早纪向妍叶倾诉了他与铃木之间的爱恋。他是通过马美日记中的照片才发现马美和铃木曾经是一对。从对话中了解到，铃木和马美分手是因为言辞的冲突。在第1集庆祝妍叶搬家之喜时，发现了言语的力量造成了误会。早纪希望能和铃木成为男女朋友。早纪接到铃木请吃饭的短信后，才知道铃木和马美还没有分手。自那之后，早纪每天心里默默希望铃木和他女友分手。没想到几天后真的如愿以偿，早纪和铃木就这样开始了恋爱关系。他看到马美的日记里写着希望能和铃木重修旧好的愿望，早纪表示一定会坚持，用更强烈的心愿继续祈祷，希望铃木能选择他而不是马美。如果铃木选择了马美，他希望马美能离开这个世界。担心妍叶这句话会变成现实，伤害到马美，让他尽快收回这句话。早纪毫不在乎，只是疯狂地笑着。早纪背上镜子里就有一个灵魂趴着。转场后，妍叶又见到了灵芝的姑姑，她请求姑姑去公寓驱除邪灵，一定会还清债务。最后姑姑同意帮他们消灭邪恶。马美在医院里看到了吓得手忙脚乱的严灵。第二天一早，姑姑就来到了妍叶所住的公寓消灾。经过0号管理室时，姑姑感觉到了一股邪气，于是他们开始合作，开始做法，利用妍叶和灵芝的辅助。3号听到了2号室的林子小姐和6号室的小童在大厅里唱歌，大家都聚集在大厅观看热闹。同时，铃木当着早纪和马美的面宣布了他的决定，那就是不想选择任何人和他们分手。早纪曾表示，如果铃木没有选择他，他希望马美就离开这个世界。于是马美窒息，无法呼吸。早纪看到后连忙向马美道歉，说了自己诅咒他的话。结果早纪刚说完，也开始掐住自己的脖子，试图自杀。马美之前也说过一样的话。姑姑在另一边跳起舞来，0号房的门窗发出了叮咪声，美女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直哆嗦。姑姑跳完舞，打开了房门，她站在烟雾缭绕的屋内，阴冷地凝视着他们。林子小姐和小童吓得赶紧离开了大厅。说话和格林姑姑的反应都让我感到不舒服。姑姑递给林1套招魂铃和2支弓箭，然后林摆出了射箭的姿势，准备杀掉严灵，先下手为强。我不小心把自己的面巾扔到了姑姑脸上，结果姑姑就被包住了。严灵借用姑姑的身体捣乱了一番，然后紧紧握住妍叶的手感谢。如果她不做点什么，她也摆脱不了。接着我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，告诉她这只是一场言语游戏，让大家掉进了困境。林跑来把姑姑拉醒了，我被姑姑突然吵醒，她不可思议地问我是否附身了。神官不认同被附身，觉得很丢脸。姑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振作起来，毫不犹豫地抓起弓箭，以挫败的心情投掷，裹脸布掉到地上，瞬间消失成了一团烟雾。马美和早纪也躲过了危险，好像被姑姑消除了。回到公寓，妍叶拿着菊花来到1号室，为了纪念妙香。姑姑在被附身时说的话让妍叶觉得自己是害死了妙香的，不用担心，给她打打气。这时候楼下传来敲门声，1号房间现在住着一个叫雪乃的新人。妍叶和林正在帮雪乃搬行李时，突然浴缸里溅起水花，有一块白毛巾慢慢露出水面，从房间的门缝里露出黑色的液体。炎灵并没有被消灭，揭示了妍叶是如何释放出炎灵的。是的，就是敲门叫醒0号室。本集结束，第6集里，妍叶在梦中见到了好友妙香，妙香提醒她要记住自己，并坚持活下去。妍叶觉得公寓里还有风险。镜头切到1号房间，雪乃正在床上打电话给朋友，他开玩笑说，如果他赢得校花选拔赛，就能赢得人生，但希望我们的强力对手美莲生病退赛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得知美莲因病退赛的消息。雪乃把他实现愿望的事情告诉了公寓里的姐妹们，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赢得校花选举。如果能赢得校花选拔赛，就有机会参加名媛联谊会了，到时候就能找个有钱人变成大亨。我们被雪乃的思想触动了，雪乃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人生不如死，揭示了他的结局。泡澡时
我想着梦中妙香告诉我，严灵还在吗？他看到了浴室外那个奇怪的身影，所以他决定一定要活下去。晚上雪乃回来后，兴高采烈地跟妍叶分享了自己的喜悦。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校花选拔赛的冠军，还受到邀请参加了名媛联谊会，幸运地交了一个有钱男友。躺在床上的雪乃不停地嘀咕着，她渴望拥有更多的钱财。第二天，她就收到了有钱男友的礼物，男友发短信告诉她自己要经常出差。雪乃拿出男友送的名牌包包，掂量时发现很沉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一捆价值万元的日元。雪乃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马上买了很多吃的，邀请姐妹们来家里庆祝新房的喜事。林子问雪乃前2天不是说没钱吗？现在怎么有钱请他们吃喝了？雪乃说她被一个 T 公司的老板给了很多钱。经验老道的女人闻到了什么不对劲的气味，不由得提醒那位参与政治的女性要小心谨慎。早纪也说她运气太好了，提醒她注意安全。雪乃不赞同，并指导他们致富的方法。雪乃拿出她买的乐透，然后做了一晚上发财梦。马美一副不以为意的表情，林子憨笑着赞同。雪乃继续说她最近做的同一个梦，梦里有个女人一直警告不能在这里居住。大家都吃了一惊。小姐问那个妞是谁，雪乃表示她不认识，然后拿出手机给她看她和妙香的照片。雪乃告诉她早纪和小童有关妙香的经历。雪乃听说了严灵的去世原因。小姐惊讶地问，当初不是有人封印了严灵吗？她听到的话告诉她，妙香在她的梦中出现，警告她要继续生活。所有人都一脸惊慌的表情。雪乃开口了，夸他们演得真棒，吓得她差点虚住了。话题转到了大乐透的开奖时间。雪乃手持乐透券和手机，迫切期望中大奖。偶然发现乐透券上的数字和开奖号码完全一致，奖金达到12亿。洗完澡后，另一边的手臂上多了一个手印淤痕。第二天他就去了神宫，找到姑姑，告诉他严灵并没有消失。姑姑坚持说他成功关起了可以操纵严灵的地缚灵，他就在管理员房间里被他封住了。有谁能破解封印，帮忙思考到任何奇怪的东西吗？灵和言辞都是没有姑姑说的，可能只是偶然的行为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就敲了敲管理员的门。他和雪乃搬来时也是这样敲的。姑姑说，如果封印被解除了，地缚灵就会再次苏醒过来，他的力量比以前更强大了。姑姑问解封的女人现在怎么样了？雪乃说过，如果不能发财，还不如去死算了。如果雪乃遇到危险，他会立刻回公寓。同时，雪乃拿着买了的彩票离开公寓，打算去投注站，被防卫厅的特工拦截了回来。特工说他买奢侈品的纸币编号跟赎金一样，表示他很可能是绑架勒索的罪犯。雪乃听到后傻了，说是她男友给的钱，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她拿出手机给男友打电话，结果发现打的号码不存在。雪乃傻乎乎的趁防卫厅人没注意溜出房间，在公寓大厅捡回掉落的乐透券。刚回来的妍叶问雪乃怎么了，她吓坏的看着管理室，问她在看什么。雪乃瞪大了眼睛说她看不见吗？地上的黑脚印表明地缚灵正靠近雪乃。雪乃吓得惊慌的跑开，刚离开大厅，地缚灵的鬼手就抓住了她的脚踝。雪乃刚走到门口，风向标突然改变方向，猛烈地刺入了她的脖子。如果雪乃不能变得富有，她还不如早点去世。姑姑又来公寓，看着0号房门，叹了口气。想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灵体问题，就得先了解它的来历和真正的意图是什么。姑姑让妍叶问问房东，看看0号室有什么事情发生过。为了搞清楚地缚灵是谁，妍叶和灵要找到房东叶鸟先生，但叶鸟先生对公寓历史保持沉默，显然有所隐瞒。于是林子带着妍叶去了当地的房产部门了解公寓的来历。结果一问大吃一惊，公寓居然是建在烧毁的神社遗址上的。因为那个神社叫做炎灵神社，所以新盖的公寓就取名为炎灵庄。炎灵庄曾在某些圈子里小有名气，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女性作家。夏目三叶这个女作家最出名。离开房管局后，妍叶在公寓大厅遇到了住在6号房间的小童。小童是夏目三叶的编辑，超级喜欢他。林子催促小童说出他了解的事情。小童拿出一张简报说，25年前管理员房间里发现了夏目三叶家族的记录。林子问小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大家。小童表示他不想让大家感到害怕，夏目三叶就是那个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地缚灵。三人一起看着墙上的夏目三叶的海报，说如果放下盘着的头发，那就跟2号房间的看小姐画的画像一样。如果真的是夏目三叶的灵的话，那么只有1号房的妙香和雪乃去世的原因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。夏目三叶以前一直住在1号房，0号房间的浴缸突然冒出水花，我顿时感到害怕起来。林子摸了摸妍叶的额头，发现她在发烧。
小童注意到妍叶坐下时，她的腿上有红肿，显然言语与灵魂有关。另外一个姑姑告诉灵，她感受到很强的灵气来自西北方向，那有个坟地，据说葬着打开延灵庄过去制钥匙的人。灵打算去那儿看看，虽然姑姑提醒说可能会遭遇新的灾祸，我才不管，说话必须这样。出发前，姑姑叫助手给我一个护符。转场后，灵智来到墓地，看见夜鸟先生正在悼念夏目三叶。在灵度逼问下，夜鸟先生透露了夏目三叶的死因。夜鸟先生继承了父母的延灵庄后，因为热爱文学，所以给了一个房间给某个作家，所以许多女作家都涌向了延灵庄，其中就有夏目三叶。夏目三叶的处女作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但是在写第二本书时遇到了创作困境，多亏了延灵庄管理员徐贝空，夏目三叶克服困境，写出了一部获得艺术文学奖的佳作。正因为如此，夏目三叶对徐贝空越来越依赖，经常去找他管理室。夏目三叶敲了管理室的门时，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，叶和雪叩门时也是有规律的敲3下当当当的声音，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会唤醒夏目三叶的灵魂。故事继续，夏目三叶回到1号房，被穿着自己的衣服正在写稿。夏目三叶不喜欢作品被别人改动，夏目三叶和另一个人吵架后就去了管理室，结果就在那里去世了。凶案发生后，夜鸟先生为了掩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，于是把公寓改名为现在的名字。不管怎么是，马美用各种方法都不能让妍叶的高烧退下来。2号房的看小姐和5号房的早纪打算搬离那个受灵控制的公寓，夏目三叶根本没有灵根。关上门，关掉灯，突然2个人被吓了一跳，你们敢动我，我敢毙了你们。与此同时，灵智过来看妍叶，并准备了一顿温馨的晚餐。然后夏目三叶的灵父深于妍叶，差点就把灵智憋死了。就在灵智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他祈求妍灵赶紧离开妍叶的身体。妍叶许愿成功后，灵体离开他的身体，他恢复了清醒，发烧好了，腿的肿胀也消肿了。灵问发生了什么事，灵说自己被灵附身，用言灵力量赶走了灵体。我记得姑姑曾说过要用言语的力量对付言语，惹毛了言灵会遭到更猛烈的反击。似乎是为了证实姑姑的话，屋子里的东西攻击了2个人。妍叶拿出姑姑给的护符，但不慎弄碎了，于是灵体便从妍叶的屋子消失了。灵跑到楼下的管理室给他们大展身手了。小姐经过大厅时看到管理室内发生了震动，吓到她害怕地坐到地上并呼救。灵来到管理室门口，手里拿着护符并念起祷文。管理室的门打开了，夏目三野的鬼魂站在那里看着灵智。灵智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勇敢地试图镇压他。他可真倒霉，被灵拽进管理室，不知道自己死活。妍叶来到楼下，恰好看到了灵智被吞噬的情景。他想进去救人，但门锁住了。灵打算用话术教把门，但是其他住户不同意，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惹怒妍灵并导致被抓。问你见到别人要死了就不救吗？大家静止不动，不理他们，举起棍子想打破窗户，但没想到我突然感到手腕疼痛，立刻卷起袖子检查，惊见一只鲜红的手印，显然是来自雨灵的警告。然后妍叶去找了神官姑姑，告诉了他灵被抓走的情况。姑姑听了妍叶的话后说，如果真的招惹了妍灵，那就不要再想着开管理室的门了。推测25年前的案件可能有其他秘密，要解救灵智就得先搞清楚真相。离开姑姑后，我去了小童的6号房间，参观了夏目三叶的展览。夏目三叶是延灵庄里头号的林小童超级迷崇拜的对象。展览里不仅有夏目三叶的作品，还有关于他被杀害的报纸简报。在展览上，妍叶遇见了夜鸟先生，他是延灵庄的房东，与夏目三叶有着特殊的关系。夜鸟先生叫小童停展，说三叶不想再提起25年前的可怕事情。小童并不认为最后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。夜鸟走后，三叶眼泪滑落海报。晚上，小童接到主编的电话，夸他的展览办得很棒。25年前的三叶被杀案现在成了网络热门话题，很多媒体都有报道。他的作品好像又要火起来了，谁能忍受别人利用悲惨赚钱呢？没过多久，小童刚进屋，走廊里突然出现了一串血脚印，一直延伸到他的卧室。他的书不停地从书架上摔下来，甚至还点燃了书桌上的书。小童叫来大家，有人说夏目三叶出现了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希望能找到那个失踪的公寓管理员须贝空就好了，那样一定能揭开庐山真面目。小童抱怨说25年不会有消息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发现？2号房间的小姐很害怕地询问该怎么办。就在他们保持沉默时，马美突然爆笑了起来。众人瞪大了眼睛，不解地看着马美。她说了一些消极的话，既然解决不了，就别费心想了。
随缘吧，哪天走哪天算，不如趁着一生有限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大家想了下都觉得没问题，于是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说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。小童看着夏目三叶的海报，问道：怎样让你不生气？林子和看小姐约了岛谷敬次郎记者，让他对受贿和不实报道道歉。早纪和马美希望能和铃木再次见面，继续他们的故事。他们说的话都被公寓里的铃语记载。岛谷敬次郎来公寓看到了林子和看小姐，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早纪和马美收到铃木的信息，接受他们的道歉并继续前缘。然而在马美和早纪准备约会时，现在轮到严玲收取许愿的代价了。马美和早纪被镜中的严玲拽进了另一个世界，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镜子中挣扎求救的早纪。为了防止严玲利用镜子继续捉住人，他们用报纸遮住了公寓里的镜子。商量应对方法时，严叶接到了姑姑的电话。马美和早纪被镜子吸进去后，姑姑告诉他们要清洁身体。洗手时听到3号房间传来惊叫声，赶到时刚好看到林子被吞入浴缸。小姐吓坏了，她问道：不是说洗个澡就能救命吗？怎么连话都不说就给姑姑打电话了？姑姑完全不记得我给过她打电话。姑姑觉得这可能是严玲设的陷阱，要求他们立即过去。小姐准备离开时，她的脚踝被一束头发纠缠住了。小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拖进床体消失了。严叶和小童赶紧走开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，两人跑出严灵庄，直奔姑姑的神社。姑姑告诉严叶，一切关键都在偷偷入侵林志的办公室。严叶为了救人，再次奔向严灵庄，站在管理室门口，默默许下心愿，希望里面的灵能给小老妹一点面子。打开门，我立刻打开门，但却发现墙壁挡住了视线。在严叶和小童茫然无措的时候，严灵庄里的灵体渐渐显现出来。严叶勇敢地问他是不是夏目三叶，灵体缓缓地将附在头部的面部摘下，展现一张美丽但陌生的脸。他问他是谁，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。他没有回答，慢慢地消失在两人面前。为了搞清楚灵的身份，我又去找了一次住在严灵庄的房东叶鸟先生。叶鸟说那堵墙是他请人砌的。25年前夏目三叶去世后，他原计划拆掉管理室并重新建造，工人们接连倒下，让他深切感受到了三叶的强烈怨念。最后他不得不用砖块封住了门窗。管理室里的灵实际是个美女，不是三叶。叶鸟先生听了有点吃惊，然后思索了一会儿，注视着书柜上的照片墙。严叶拿着照片指着那穿粉衣服的女人说，就是她。叶鸟先生声称她就是须贝空。25年前须贝空杀害了三叶之后就消失了，让我意外的是他原来只是希望躲避责罚，没想到他居然去世了。然而他死了后却出现在管理室里，让叶鸟先生一头雾水。突然叶鸟先生的腿痛得要命。叶鸟先生说严叶腿痛是从10月初开始的，身上有个紫色印记，还在不断变大，医生也找不出原因。他意识到10月初正是他搬到严灵庄的时候，证实了灵是被严叶释放出来的。然后窗外出现了一个空着脸的大胡子，但是没人注意到。回去后严叶跟姑姑说，灵不是夏目三叶，而是公寓管理员须贝空。姑姑立马决定去找住在1号房的夏目三叶的灵魂，问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招灵仪式刚开始，三叶的灵就附身在小童身上。三叶通过小童说了他和须贝空的爱恨情仇，他的第1本书受到了文学界的好评，所以他开始写第2本书，却陷入了灵感枯竭的困境。这时候公寓管理员须贝空鼓励了三叶，鼓励他相信自己能减轻三叶的压力。三叶想归还文学奖给须贝空，但须贝空拒绝接受。两人已经不只是朋友，而是恋人，恋人之间没有你我之分。姑姑问三叶，既然是这样，为啥空会杀你呢？三叶回答，是我不对，我背叛了空。姑姑还在问叶鸟先生有什么关系。叶鸟先生向我介绍了须贝空。说完这句话后，小童身体里的三叶的灵魂离开了。这时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，我赶紧跑出去，看到门口的墙已经倒塌了。姑姑和严叶小心地走进去，姑姑说这里有很多怨气，然后慢慢走向卫生间。姑姑伸手摸了一下浴缸里黑漆漆的水，姑姑吓得连连后退数步。离开办公室后，严叶再次去找叶鸟先生，手里拿着手稿。他知道三叶后面的作品是须贝空帮写的吗？姑姑问叶鸟先生是否明白三叶口中的背叛指的是什么。叶鸟先生从柜子拿出了三叶写的情书。三叶和须贝空相爱后过了很久的幸福时光，后来三叶不再喜欢须贝空，选择和叶鸟先生结婚了。须贝无法原谅三叶的背叛，于是叫他到管理室解决了问题。突然叶鸟先生猛然倒地，痛苦地呻吟着，他说他的腿要被撕裂开了。姑姑仔细看了看，
发现夜鸟先生的疼痛处有一只鬼手。离开夜鸟先生家后，他们前去墓地，进到夏目三叶。姑姑觉得三叶的灵魂不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他只是个花瓶。于是他们回到夜鸟先生家，问他三叶的骨灰是否在他那里，希望夜鸟先生能交出夏目三叶的骨灰，让须贝空消气。姑姑还请夜鸟先生到岩灵庄解决他们之间的过节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停止痛苦。夜鸟先生带着夏目三叶的骨灰进入了岩灵庄的0号管理室，在大家喊出话语后，遥远的贝壳之灵出现了。姑姑劝告灵不要牵扯公寓里的居民进入你们的争斗中，但他却拿起了照妖镜，企图控制灵。然后须贝空的灵一下子击碎了他面前的护面罩，玻璃碎片划破了夜鸟先生的脸。姑姑觉得情况不对劲，要求岩叶立即把夜鸟带离现场。夜鸟先生刚要走，就被人一把抓住小腿，拖进了浴室，然后在大家惊讶的眼神下打开异世界的门，释放了无限可能。刚刚还在高兴，突然听到夜鸟先生的惨叫，猜猜你一直惦记着的就是夏目三叶吧？然后拿起三叶的骨灰，说他就在这里，请求他饶了那些被抓的人。须贝空的灵渐渐消失之后，4个女孩都被释放了。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，林子向大家揭示了25年前的真相。25年前，夏目三叶和须贝空经常在管理室密会，两人原本关系亲密，但后来好像陷入了困境。不得已，须贝真空决定要除掉夏目三叶。夏目三叶宁愿须贝空杀死，认为能在他怀里死去是幸福的。于是须贝抓狂地绞死了夏目三叶。不久之后，夜鸟先生走进了管理室。夜鸟先生忍不住亲口坦白了他是为什么杀掉须贝空的。原来迷恋文学的夜鸟先生，为了让须贝空写出了惊人的作品，他和三叶决定结婚了。他觉得被别人抢走心爱的人会让他非常难过和受伤，但这种痛苦却会激发他极具创造力的灵感。果然，夜鸟先生看到手稿后发现比获奖作品更优秀，而三叶蛮也配合夜鸟先生的计划。虽然本意是为了帮助爱人提升作品质量，但那还是不忠，必须让人知道自己的悲伤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原因，不愿意让作品公之于众。夜鸟先生生气地喊道，把手稿点燃了。预示要说的话有着神奇的威力。看着手稿被烧毁后，夜鸟先生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他匆忙地将桌布套在了自己掉光了的头上，然后把他拉进浴室，让他在浴缸里溺死。即使现在夜鸟先生也不觉得自己错了，即使现在夜鸟先生还是坚持他没错，他觉得须贝烧毁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品，这让他无法原谅。看着眼前吃惊的人们，夜鸟先生起身准备走开，突然一块桌布掉到他脸上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我就被虚空贝的灵力传送到浴室，结果险些淹死在浴缸里。众人又看到了复仇将近的须贝空，他凝视着他说，我知道你一直很难受，妙香和雪乃为此付出了生命，劝须贝放下灵气，别太执着，这样大家有机会的。姑姑说我们会帮你实现你和夏目三叶白头到老的心愿。须贝望了他们一眼就消失了，他脚下的水迹表明他的魂与三叶的遗骨融合了。姑姑事后向神祷告，请求宽恕虚空所犯的过错，祝福他们永远在一起，然后找个地方让他们合葬。这件事过后，岩灵庄的小姐姐们都不敢再住在这里，立刻搬走了。但是言辞对妙香的承诺永远铭记于心，所以我打算一个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公寓里。不用担心，说到做到也能在这里实现吗？你最好还是搬走。经历这件事后，岩叶认识到林志是一个可信赖的人，于是他们一起离开了岩灵庄。车突然坏了，修车的时候遇到了妙香的灵感，全片结束。